好，徐医师，我们的摊位这么大，我们要做什么啊？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止血啊，所以这么大的伤口，血喷的一定很厉害。哇，这三个伤口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好，这个大部分是我们常见的切割伤，好，或是所谓的撕裂伤，就是我们皮肤被某一些利刃给撕开了。那这个大部分是枪伤或是小的穿刺伤。这一个呢，看起来就比较像是破片炸到，就是炸弹爆炸之后，它的破片打到我们身体，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口。尤其这一种靠近我们的近端肢体，出血量一定特别的大。那请问一下徐医师，那我们来这里，我们最主要是用我们的纱布嘛？那请问我们纱布在这边可以做一些什么？我们现在这个呢是一般的传统纱布，你市面上都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个是我们的 Vita Venus， 我们的止血纱布。这个如果要用，要怎么用啊？一般最常见就是这种10片装的4x4纱布，这在一般我们台湾急诊室也都是用这样子的纱布。看到伤口，我们当然就是把它塞住，止血，直接加压。但是它大概就是一般的棉质的一些简单的镂孔系的一个编织，所以大部分它大概只能把血浆吸附而已，它没有什么特别让血液或是血球或者帮助血小板凝集的功能。但是一般来讲，我们靠的是强固的挤压，让底下的伤口出血的地方可以止住。大概最简单的，我们一般常见的就是这样子做。但是时代已经不一样，连网络时代都泡沫，现在 AI 时代，当然纱布也要进步。哇，徐医师这个酷炫，对，没错，我们用 Vita Venus， 你会发现一般的纱布都是白色、粉色，白色的部分，那你发现我们都是偏粉色。那粉色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有添加一些特殊的金属跟开特森，所以它可以比较快的可以帮助止血。那徐医师，请问一下，这样一般一坨一坨纱布跟这个我们有 Z4 纱布，它怎么使用啊？我们看一下哈，一般我们这样子的纱布，我们打开之后，我们要先把它散开，哇，你看散了就掉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不方便耶。然后呢，它的每一张大概就是这样子薄薄的一层，比我们古代的女生用的手帕还要薄，所以大概很难，你那一进去就全部都渗湿了。好，但是血管才不会管你用什么材料，它会一直持续的喷。对，持续的喷血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用这个东西，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从包装袋里面一拆出来的时候，第一还没有出包装袋的，我们还是维持尽量干净，就不会像这个一拿出来它就已经就一整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可以把它继续留在包装袋上，然后呢，针对我们的伤口，找到可能的出血点，把它转一圈，把它直接塞到里面去。对，那你就可以直接针对出血点，一步一步把它往里面塞。那这一端呢，就可以一直留在我们的包装袋里面，让它还没有出来的地方是维持干净。最后等伤口整个塞满之后，我们再把整块的这一个把它拿出来，把它叠压在病人的伤口上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加压的方式，把这个伤口压住大约3到5分钟。因为无论如何，我们大概伤口只要给它好的加压，最棒的这个止血方法就是这样子操作。好，压住3到5分钟，确定它没有再出血之后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用我们的弹性绷带把它给固定住。哇，而且它这样都可以单兵操作，你看我都没有帮助徐医师哦，他就可以自己完成所谓的自己包扎的部分。那我们配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外包的固定的弹性绷带，最后我们把它压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如果这个病人还没有要立刻移动，我们还是要持续给他加压。如果要移动的话，它也可以很好的稳固。